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女人40岁后进入养寿期，这9件事尽量不做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歌曲《岁月神偷》中有这样一句歌词：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，晴时有风，阴有时雨，争不过朝夕，又念着往昔，偷走了青丝，好的坏的都成了风景。说真的，时间真的是好无情哦，不会为了任何人任何事停下来喘口气。特别是对那些爱美的女人来说，一过了40岁，好像变老这件事，不会因为家里和和美美，事业顺顺利利就变得慢点儿，反而是越跑越快，老态一下子就出来了。这其实都是以前累积下来的，每天为了要活下去，过上好日子，就像个上紧发条的时钟，一直逼自己赶时间，过得太累了。就算做了保养、美容、护肤，也只是表面的功夫，没办法从里头开始，从皮肤到心灵都好好放松。当然啦，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，总有些女人好像不受时间限制，不用化太浓的妆，也没有穿金戴银，皮肤还是很好，气质高雅，魅力四射。要知道，每一个好的面孔都不是平白无故得来的，关键在于少做这9件事。1. 等到渴了才喝水。喝水这件事好像每次都要讲一下，看起来挺简单的，但好多人做不到随时喝水，非得等到口干舌燥才想起来，然后咕噜咕噜灌一大杯。其实啊，当你觉得渴的时候，身体早就缺水了，体内水分不够，不只会让血液变稠，容易长血栓，还可能因为尿量少引起尿道发炎、泌尿系统结石。最重要的是，脱水会让爱美的女生皮肤变干，眼睛发涩，疲劳不堪，整个人都显得很没精神。还有哦，水太冷太热都不好直接喝，大约40摄氏度的白开水是挺不错的选择。要记得不要用果汁、饮料来代替水，因为它们热量和糖分太高，对身体也不好。2. 抽烟喝酒成性，耳熟能详，深夜1瓶酒，饭后1支烟，赛过活神仙。这种恶习通常来说，对于抽烟喝酒成性的人来说，可能真的很爽，但是与之伴随的也是高风险。因为不论是香烟中的尼古丁，还是酒水里的酒精，都是国际公认的一类致癌物。也许你周围有人抽烟喝酒样样通的人活到88都没问题，但是这属于小概率时间，说明他比较幸运，咱们应该多往大概率上看看。而且常年抽烟喝酒还会对家人的健康有所伤害，毕竟二手烟的危害也不是可以忽略的。再说，不管会不会治病，最主要是会让你的皮肤粗糙，脸色变黄，牙齿变黑，降低颜值，估计连你自己都会嫌弃。3. 经常熬夜到凌晨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是亲身体会，有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熬到半夜以后，结果就开始大量掉头发，黑眼圈也如影随形，怎么都甩不掉。以前总觉得年纪还轻，熬点夜应该没啥大不了，结果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年纪的增长怎么也补不回来。其实熬夜的坏处不止这些，深夜的灯光不只会搞乱我们的生物钟，还会让身体加速老化，长期这样下去，内分泌都会失调，更年期也会提早来报道。也许大家都知道熬夜不好，但是就是改不掉这个习惯。不妨想想自己的外表，如果想比同龄人看起来年轻一点，就争取早点睡吧。4. 别动不动就发火。常言道，人生百病皆因气，发怒则志不明，急躁则有失。一个女人家的心情平不平稳，会直接关系到未来几天身体好不好。有人或许会讲得这么简单，你来带小孩做功课看看，我相信确实有时真难以掌控。
但仔细想想，说来说去，都是你把期望设得太高了些。就像短视频里头有位妈妈讲的那样，降低期待，多瞅瞅他别的地方的优点。成绩不代表全部，要是他现在读书勉强，与其在这儿纠结，不如让他去拓展些其他的本事。等他哪一天开窍了，自然啥都会了。5. 经常一坐一整天。我以前有位同事，每回吃完午餐后，都会下楼走个半小时。她不仅行动敏捷，而且体态纤细匀称，气色也好得很，一点也不像40多岁的中年女士。有回我就问她为啥每天都出来走走，她回答说，以前比较慵懒，坐在办公室就不想动，时间一长，小肚子上就长了好多肉，好看的衣服穿不了，连老公也时常调侃，想想都是因为饭后不动，让脂肪都堆在肚子上，从那以后，除非刮风下雨不走路，其他时候都会出去走一走。这样不仅有利于消化，小肚子也不见了，腿部也更匀称了，这种感觉还挺让人上瘾的。听完他的话，我摸着自己肚子上的肉，有点不好意思，也决心跟他一起改掉久坐不动的坏习惯。6. 少吃点保健品。岁月在变，年纪在增长，不论男女都会愈来愈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。我有一位阿姨也是这样，因为怕以后身体会有什么隐疾，会给子女带来负担，所以就常常买些保健品来吃，想提升免疫力。上个月她又花了8000块，还劝我妈也买，说吃了效果很好，但我们觉得并不怎么明显。其实很多保健品并没有广告讲的那么神奇，特别是里面含有很多激素类或不明的东西，长期吃甚至会对身体有害。所以说，与其冒这种风险吃保健品，还不如动起来，像是快步走、跳广场舞、扭秧歌这些有氧运动，把自己放到大自然里，坚持一段时间，效果会更好。有人讲，女人对美的追求其实是一种自我实现，让自己越来越美的秘诀就在生活习惯里，慢慢完成自我塑造和转变。确实如此，那些40几岁的姐姐们依然风采不减，各有各的美，就像树一样向阳而生，无非就是在照顾自己和对待他人，世界的态度上有着特别的看法，这些都会影响她的气质、风度和言行举止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身旁这些年过40仍旧神采奕奕的女人家，好像都有啥共通之处？她们的生活习惯、处事态度，都流露出种超越岁月的睿智。年纪从来不是评断一个人好坏的准则，关键是我们怎么看待生活，怎么好好对自己。7. 不再为他人的看法而活。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？为了满足别人的期望，硬着头皮去做自己并不喜欢的事，结果不但换不来一句称赞，反而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。我记得家里有个阿姨，40岁以前总是忙着筹备各种家庭聚会，生怕被人家说她不懂得待客之道。每次聚会完毕，她都累得倒在沙发上。直到有一天，她突然间觉悟，何必要在乎别人怎么看？从此，她开始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时间，把心力都用在自己真正在乎的事情上。人生短暂，何必活在别人的眼光里？真正聪明的女人会懂得为自己而活。过了40岁，我们该学会放下对他人评论的执念，不必再为了迎合别人而委屈自己，不必再为了面子而勉强自己。唯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活出自己的人生，活出内心的快乐。8. 不再执着于过去的遗憾。人生总会有些遗憾，但要是老是一直想着那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情，那就真的只是在浪费我们宝贵的生命能量了。我有个朋友，年轻的时候错过了一次可以升职的大好机会，从那以后就一直提不起干劲。他整天就挂在嘴上说，要是当时
结果大好时光就这样被他耗在无意义的后悔当中。一直到他40岁那年，他才终于想通了，与其一直纠结在那些已经无法改变的过去，还不如好好把握现在，去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。人生啊，就像是一面镜子，你对他笑，他就会对你笑；你对他哭，他就会对你哭。我们要是选择一个乐观积极的态度，那人生才会变得光彩夺目。过了40岁以后，我们该学会把那些过去的包袱都放下，不要再去想那些曾经犯过的错误和遗憾了，要把眼光放到未来去，珍惜当下，好好活在当下，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出最美的光彩。9，不再忽视自己的身心健康。年轻时，我们总觉得身体是本钱，可以随便糟蹋，但到了中年，才发觉健康才是真的宝藏。我隔壁有个阿姨，年轻时是个工作狂，经常熬夜加班，吃饭也没个准点。40岁那年，她突然病倒了，这才体会到健康有多重要。从那以后，她开始按时作息，讲究饮食，每天还坚持运动。现在她都70多岁了，身体状况比好多年轻人还要好。健康是一，其他的都是后面的零。要是没了一，再多的零也没意义。过了40岁，咱们得更看重自己的身心健康，不要为了工作牺牲睡眠，不要为了应酬忽略吃饭，不要因为懒惰放弃运动。只有身体健康，心情愉悦，咱们才能真正享受到人生的美好。讲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也有了些许感触？其实这些看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却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。他们考验的不只是咱们的智慧，更是咱们对生活的态度。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。咱们能做的就是珍惜现在，对自己好点，活出精彩。亲爱的姐妹们，不管你现在几岁，都要记住，千万不要被年纪绑住。40岁不是终点，而是另一段精彩人生的开始。古人经常说40不惑，50知天命。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，40岁至59岁也是身体机能更易出现问题的年龄。在这个知天命的年纪，新陈代谢逐渐缓慢，衰老愈加明显。40岁后可谓是身体养生的关键时期，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。此时坚持做到2勤3懒4不贪，对晚年的身体健康则大有裨益。第一，做到2勤裨益身心。1，勤喝水。讲真的，水就是生命的根本啦，它在血液流动、体温平衡、关节润滑这些方面都扮演着超关键的角色。要是常常喝水不够，慢性肾病的风险就会大大提升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头讲，成年人每天得喝个1400到1700毫升的水，大概来讲，每次喝个200毫升左右，那一天就得喝个6到8杯水。当然啦，喝水时间不能像吃饭那样固定，但有几个时间点得特别留意。早上起床后喝1小杯白开水，这样可以预防因为血液太粘稠而引发的心脏血管问题。睡觉前喝点水，可以防止夜里血液变粘稠。不过不要喝太多，免得晚上起来上厕所，影响睡眠。吃饭后不要大量喝水，这样会减少胃液，让食物消化变差，特别是饭后半小时到1小时内，不要喝或少喝浓茶。小朋友、孕妈妈和贫血的人更要特别小心。2，勤微笑。相信很多人看过这样一句话，爱笑的人运气通常不会太差。别以为这只是句心灵鸡汤，其实常微笑真的可以让心情变好，对身体也有好处。医生说，常笑笑是维持健康最简单的方法之一，对防癌、保护心脏血管、调整免疫反应等等都有帮助。除此之外，常常面带微笑的人更容易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快速融入团体，
还能大大提升个人魅力，吸引到同样快乐的另一半，婚姻生活也会更加美满。就从这一刻起，别吝啬你的微笑，赶快给身边的人一个大大的笑容吧。第二，做到3懒，懒出健康。别一看到偷懒就皱起了眉头，这可不是坏事，看下去你就明白了。1. 吃饭偷懒。吃饭偷懒指的是要细嚼慢咽，未经细细咀嚼就狼吞虎咽，一下子就食物塞满，容易影响消化代谢功能，对胃伤害极大，还不利于掌握食量，造成肥胖。细嚼慢咽有助延长用餐时间，让饱腹感神经中枢给大脑反馈吃饱了的信号，使人早早停止进食。建议每顿饭至少吃15分钟，老年人应将进食时间延长至25分钟以上，让胃适当偷懒。2. 锻炼偷懒。虽说一日之计在于晨，然而对于一些人来说，清晨却可能有致命危险。不少人喜欢一起床就先到附近公园跑跑步晨练，然后再回家洗个澡吃早餐。勤锻炼看似很健康，实际上却不推荐大家这样做。这是因为早上人体的血液粘度比较大，流动不畅，太过剧烈的运动容易诱发心血管病发作，因此中老年人不必硬性起早强制自己锻炼，同时晨运也不宜做剧烈的运动，散散步打打太极跳跳舞就可以了。3. 心理偷懒。很多人做事就是个急性子，就连买菜也是一刻都等不及的，一遇事就一着急上火，长此以往就会伤损肝功能，伤害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，引发胃病。因此心理偷懒呢，就是要你懒得心急。当然偷懒也是讲究方式方法的，并不适用于所有事。例如生病了就不能偷懒，得立马前往医院就诊，要是因为一时偷懒而耽误了治疗，那才是得不偿失呢。第3，做到4不贪，老来少病痛。1. 不贪肉。肉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脂肪，还有维生素 A、B 群维生素、铁质、锌等营养素，是咱们重要的蛋白质来源，也是均衡饮食的重要一环。但要是吃肉吃太多，就容易让热量摄取超标，结果就是变胖或是体重过重。体内若是长期积累过多的蛋白质和脂质，还可能会引起代谢性疾病。当然啦，也不能完全不吃肉，不吃肉或是蛋白质摄取不足，人就会觉得疲劳、虚弱，情况严重的话，还可能会让免疫力变差、记忆力衰退、内分泌失调。所以呀，我们既不能没有肉就吃不欢，也不必一提到肉就变脸。最重要的是膳食要均衡，吃肉的话建议优先选白肉，因为白肉脂肪比较少，不饱和脂肪酸又比较多，特别是鱼类含有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，对预防心脏血管疾病很有好处。建议每周吃280到525克为宜，清蒸的做法最好。2. 不贪杯。近日柳叶刀肿瘤学上面有一篇最新的研究发现，2020年全世界大概有74万件的新发癌症是因为喝酒造成的，中国就占了约28万件。喝太多酒会让胰脏分泌变多，这样胃溃疡跟胃癌的风险就会提高。再来，喝酒还会让血压升高，结果就是心脏血管会出问题，而且喝酒还可能造成慢性酒精中毒，然后就会有酒精中毒性痴呆这些问题。讲真的，喝酒对身体的各个器官几乎都有伤害。这时候一定有人会讲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啊。如果实在避不掉要喝酒，那就试着小口慢慢喝，喝之前先吃点东西，让胃里有东西。还有就是不要混着喝不同的酒。当然，如果要避免酒精的伤害，办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完全不喝酒。
因为酒精对身体的伤害很难说有个安全限量，只要喝一口，伤害就多一点。3、不贪吃。很多人明明已经吃饱，但看到餐桌上还有些菜没吃完，觉得丢掉很可惜，就勉强自己吃下去。这种做法非常不建议，吃太多会让肠胃负担加重，导致消化不良。长期这样贪多嚼不烂，很容易引起肥胖、糖尿病、血脂异常。俗话说，每餐7分饱，健康活到老。现代科学也证实，吃7分饱就能确保营养足够。只要长期这样做，不只对体重控制有帮助，对头脑清醒也有好处。4、不贪晚。45岁以后啊，千万别再贪晚。特别是那些常常熬夜的朋友，真的要特别当心，身体健康可不是开玩笑的，因为经常熬夜，睡眠会不足，时间一长，免疫力就会变差，这样病就容易找上门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身体通常在晚上11点以后会进入深度睡眠，所以啊，睡个7到8个小时，对身体真的有帮助。所以啊，一定要让自己睡得好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